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怕鬼的鬼怪小姐。2015年6月6日，美国纽约州发生了一件爆炸性新闻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和越狱的现实版案件。这2名已被定罪的杀人犯钻裂管道，钻裂囚室墙体的铜墙铁壁，最后顺着内部管道从大街下水道出口爬出，居然还在墙上留下漫画讽刺狱警。一时间，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和轰动。这是多么高傲和自大的越狱！这可是纽约州一所看管重刑犯的监狱，所以各种警力、武器和各种设施管理森严，号称是纽约州安保最为严格的一座监狱。这是这座监狱建立150年来首次越狱成功案件。监狱是纸糊的，所有媒体都疯了，大家都在猜测究竟是如何能在警方眼皮子底下逃出去，会逃到哪里？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又充满了好奇和疑问。经过调查，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，竟是一名监狱的女性工作人员乔伊斯·米切尔和这2人发生了肉体关系，为他们越狱提供了便利。这起案件还被改编成了迷你剧《逃离丹尼莫拉》。这部剧的剧情是100%还原了当年的真实案件。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女员工的心理世界，看一看她是如何帮助杀人犯越狱的。我叫蒂莉，今年51岁，是一名很普通的工薪阶层。丈夫莱尔是我的第2次婚姻，结婚已有20年。我和丈夫一起在监狱工作，每天一起上下班。我是佛人车间的一名监督员，负责传授囚犯缝制工艺和监督工作进度。丈夫是一名检修员，可是时光蹉跎，老公越来越不解风情。当激情不在，这年冬天，我把感情寄托在了男囚犯的身上。他叫大卫，这个年轻壮硕的男子总是更给我激情。我们经常以工作为借口在机房约会，在他身上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，而我也仿佛回到了少女怀春时期。这一天，我暗示大卫来到机房，我们终于有了独处时间。我主动扑向他，可是大卫第一次拒绝了我，他觉得跟我的关系令他感到羞耻，我也很生气，闷了一肚子气，下班回家。又一天，大卫悄悄送给我一个小礼物，是用剩下的布料做成的一件小衣服。我的心立马就被触动了，居然有男人为了我去做一件幼稚又可爱的事情，这种久违的感觉太遥远了。原来我还能够被人重视疼爱。这次我们重归于好了，并且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。之后我发现大卫和马特走得很近，他们总是在工作时悄悄说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被举报了，大卫被遣回了牢房。我愤怒地和狱警解释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。大卫被带走了，并且再也不能踏进缝纫室工作。不过还好我保住了工作，我始终无法亲眼看着大卫离开。于是我躲进了我们经常约会的机房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为什么我连爱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？与此同时，我的老公依旧十分信任我，完全不相信举报信的内容。我的上司给我安排了罗贝尔帮助我完成工作。我和罗贝尔2人是互相看不惯，我甚至怀疑这封举报信就是罗贝尔写的。那天大卫被带走的太仓促，我连和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对大卫的思念越发浓烈，于是我写了封信，托马特带给大卫，却久久没有收到大卫的回复。难道他是生我的气了吗？我迫切地想要收到大卫的回复。当我发现马特在外面还有个女儿时，我决定帮他联系一下女儿。我记下了号码，代替马特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女儿马特过得很好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帮他做了这件事后，马特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，而我却从马特粗糙的手中感受到了温柔和温暖，仿佛有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灌入。
之后马特经常找我请教缝纫的技巧。有一天我收到了马特的礼物，而我似乎感受到了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热烈。我心里很慌，难道我已经忘记了大卫，喜欢上了马特？就在这时，马特向我表白了，我感受到了他的手指的温度，轻轻地触碰着我的脸庞。马特说他想为我作画，画出我的样子。看着他温柔绅士的样子，我沦陷了。我想我恋爱了。可是他画画需要更多的工具，我便为他悄悄地送去了工具。第一个是钢锯条，我去买了牛肉，把钢锯条放在肉里面带给了马特。跟马特在一起后，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。他总是像一个艺术家，对着我说着一些浪漫的话，我甚至有了和马特结婚的冲动。我知道，当我违规帮马特送工具的时候，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这场战斗我是无法回头的。与此同时，不知为何大卫的牢房着火，只能搬到马特的对面。我总算能松口气了，大卫再也不用遭受恐怖犯人的欺负。马特依旧为我作画，他的画越来越生动。我们也正如以前的大卫一样，在机房约会。可是这种负罪感越来越强，每次和马特亲热，我都觉得对不起大卫。马特总是很懂我，他向大卫说了我的想法。大卫对我的感情同样念念不忘，他说晚上总会想念我的味道。我收到大卫的一件汗衫，这件衣衫上全是大卫的味道，充满着男性的荷尔蒙，令我十分陶醉。我觉得我需要回送点什么，于是我拍了照片送给大卫。这场两人的游戏就这样变成了三人游戏。我继续为马特送各种各样的工具，手电筒、铁锤、胶带等。这天马特告诉了我真相，原来他并不是拿锯条做画框。我恍然大悟，他们居然要越狱。可是马特告诉我，他想要我们三人出去后一起生活，在美丽的西班牙，三个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我心动了，我居然能够同时拥有两个爱我的男人。原来马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发现狱警从不会搜查他们床底，而他的牢房的水泥墙外是一个高1.9米的管道间，管道被切开，钻进管道可以从大街的下水道出口爬出。他们白天在监狱活动区了解地形，晚上钻入管道中，偷偷做工锯开管道。我越来越崇拜马特，觉得他太聪明了。这样鲜明的对比使我更加讨厌我的老公莱尔。我是真的想跟马特大卫一走了之。在马特的安慰下，我帮他弄来了监狱周围的地形图。这场逃亡之路也慢慢提快了脚步，我兴奋极了。在商场里买新衣服，去理发店做新造型。结婚20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刺激。很快这一天终于到了，也就是2015年6月6日的那天晚上，我在莱尔的饮料里下了药，方便我逃脱。可是突然我的心脏病发作，眼看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被送到了医院。另一边，大卫和马特钻进内部管道，拧开了下水道的井盖，还在管道上贴上了挑衅警方的漫画。这一次他们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丈夫莱尔早就知道我背叛了他。我们的理想很丰满，不久后我就被抓了。面对审问，我将事实全盘托出。最后马特被击毙，
大卫再次入狱并24小时被监禁，而我也将面临着法律的制裁。如果问我为何要帮助他们越狱，我应该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现在我想感谢我的丈夫莱尔，原来他在知道一切的情况下包容我，给我机会，甚至还自我反思，认为我们不幸的婚姻是因为他自己。我感谢莱尔拦下了我，为我在黑暗中指引了一条路。7月28日，我正式向法庭认罪，安静地等待法律的制裁。说到最后，鬼怪不禁回想起美剧《越狱》，马特又何尝不是呢？他是真的艺术家，尤其他的画作简直惊为天人。然而他的聪明同样也没有用在正道上，最终死在了警方的枪口之下，自食恶果。人生啊，有时候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。故事到此就结束了，下期更精彩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